来看到了全台大罢免，现在呢7月26号真的是投票在即。总统赖清德22号晚上举行的首场团结国家实讲，以国家为主题发表了演说，从国家组成4个要素，还有历史发展来阐述台湾。他说当然是主权国家。那么中天新闻大新闻大报告的节目啊，在今天下午2点钟发起了民调，网络民调呢题目是赖清德团结实讲大登场，你觉得会帮到哪一方呢？认为会帮到反罢免方的呢，是有80%的认为会帮到罢免方的，我们看到了是只有20%的，恐怕呢跟他原本所设定、所设想的方向呢是有一些出入存在的。好，持续呢我们也来关心到的是他的实讲到底首场讲了些什么样的内容，才会引发这么高度的关注呢？包含的是呢，他昨天在演讲的时候啊，他是要讲这个国家团结实讲，他就先讲第一讲。他第一讲呢，讲到的就是国家认同这件事情。他讲到了几个观点，包含第一个，他说中华民国台湾，台湾都是我们的名字，都一样响亮。无论用哪个名字称呼，我们都是独立的国家。他说国家组成有4个要素，有人民、土地、政府主权。你看到这个要素里面没有名字嘛？所以呢，他认为才会说，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没关系。他说没有包含有无参加联合国，也没有规定要有多少个邦交国才能算是主权国家。另外，他说中国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历史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中国所讲的不是事实。旧金山合约并没有把台湾归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当时中共建国不到2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任何一天。好，针对赖清德呢，他去启动第一场的国家团结实讲，第一讲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来看到包含的是呢，台中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怎么说的？他说总统有时间开讲，讲的却是他的个人史观，似乎没有去对焦到世界的重大议题。最近大家都在讲的是什么？都是在讲以伊战争啦、全球局势啦，怎么还在聚焦他的个人史观呢？所以他说，希望总统啊，应该要 update 一下，应该要好好的更新一下了。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说了，你讲这些团结实讲变成了个人实讲，你这实讲不如实行啊！要赖总统团结台湾呢，第一个先学会自我放下、包容体谅。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带各位一起来看。我们知道哈，现在全世界最关心的议题就是以色列跟伊朗的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对世界各国，包括台湾的能源包括经济、包括物价、包括民生，会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很快就要来了。所以我相信国人一定很希望总统既然有时间开讲，应该就这个事情的来回应。到底国家准备好了吗？有什么方案？哈，可是我看到昨天总统有时间开讲，讲的却是他个人的史观哈。那似乎跟他的一个昨天的开讲，跟国人期待他能够就现在全世界很重大的议题哈来做回应，了解国家有没有准备好了，似乎没有对焦哈。希望总统能够 upgrade， 希望总统能 update。赖总统在各地开始实讲，那实讲就不如实行。赖总统说要团结台湾，赖总统记得团结台湾，第一个要学会自我放下，包容体谅，不要去制造更多的对立跟冲突，卖港乱扣帽子，不要去蓄意站在自己一个角度去批判一件事情。这总统就是台湾大家爱团结上中对本心开始做起。而这一次呢，赖清德所发表的这个团结实讲内容还讲到了一些包含的是佐证人文化啦等等的，里面就讲到了什么？大家印象很深刻的，恐怕就是讲到了长毛象这件事情了。所以呢，立委王宏威就说了，当全世界都在讨论美国出兵伊朗，结果赖清德在讲长毛象，请问到底是活在哪个世纪呀？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看到绿委又是怎么说的呢？绿委吴思瑶就说了，团结整个台湾社会。
错了吗？建议国民党聆听、细细品味这10讲，他说就能够去理解总统的高度跟用心了。好，看得出来呢，还是要替自家人来说话的。那么我们就来看到了，反观呢，这个立委叶元之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呢？他就说了，赖清德从政以来呢就没有尊重过在野党。他说，无论是以前在台南，还是现在在当总统，他说赖清德认为的团结必须在一言堂的环境，没有任何杂音。所以他说，你们在野党的立委，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必须被罢免掉。他从过去从政到现在，他没有在尊重意见不一样的人。以前在台南的时候当市长就不理议会嘛，他现在当总统就不理国会嘛。但他一直想说这样子也不对，这是坏习惯，所以我一直在想怎么做到，但他就是做不到啊，他就是做不到，所以他才会一直想啊。就像你在走路的时候，你有发现你的脚上有鞋子，就代表那个鞋子不合脚一样的道理啊。就是台湾现在缺少团结嘛，所以他在讲说他到底怎么做，但是他也没有具体做法，而且他的团结不是只有没办法团结国人呢，他连民进党都无法团结啊。你看那个简书培私下是骂他骂多凶啊，哇，骂他是超级蠢，然后骂他说滥用私人嘛，对不对？只要是蔡英文用过的人，赖清德都不用。然后赖清德亲信潘孟安卸任县长，还叫自己哥哥选议员。你看你的亲信都这样滥用私人，然后简书培在私底下把赖清德骂得一文不名哦，又草包又笨又蠢又坏。可是简书培在赖清德面前一句话不敢讲。那赖清德会不会觉得，假设没有简书培的那个私下的事情被爆出来，赖清德会不会认为简书培很乖、很听话、很团结？会。可是人家私下是骂他的，所以代表说他的团结是你不要给我讲出来，那个团结是这种营造出一言堂的感觉。但是每一个人是不同个体，你有不同意见可以，但你不要给我讲出来，你给我吞。他对我们在野党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意见跟他不一样，罢免。你在讲啊，你在讲我在罢免你。然后在路上，如果有些人行为举止他们觉得不对的话，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就是用一种高压，然后霸凌的手段，让不同的个体不敢表达和赖清德不一样的声音。所以他的团结是团结在他的个人意志底下。那我就问，这是团结吗？我们就持续来看到的是包含了前立委陈学圣提到的一个观点，他说呢，因为昨天赖清德他的发表团结10讲的地点呢是一场扶轮社的演讲嘛，但是呢扶轮社的活动啊，其实它有一些规定在的，包含的是不可去碰宗教跟政治议题，而赖清德的演说呢，恐怕会冲击到扶轮社，那也可能会去埋下所谓分裂的阴影，倒是从不同的观点来讨论这件事情。除此之外呢，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呢，他就说了，跟罢免同步进行的团结国家10讲威力惊人不在话下。他说肯定让蓝营雪上加霜，而大罢免论述方向现在逐渐明朗，那就是台湾意识全面觉醒。赖总统论国家演讲呢，已经打响第1炮了。现在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好，包含的是呢，赖清德所说嘛，台湾是一个国家，无论用哪一个名字，他说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针对这样子的观点呢，我们就来看到了前立委郭正亮就说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一样，而且无论从法律外交来看，台湾都不是一个国家。郭正亮指出，两岸的症结在于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是不是同属一中。如果台湾是国家，赖清德为何不敢修改宪法，不敢更改国号？本来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一样啊，对啊，这还需要他说吗？台湾本来就不是国家，不是国家。他说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就是胡说八道嘛。台湾在哪一个国家跟我们建交的友邦是用台湾啊？我们现在是要讲法律概念啊，不是你在那个满嘴跑火车吹政治啊。你当然可以在政治上说台湾是国家啊，可是，在讲两岸定位。相关的是法律问题，那你就要回到法律嘛。你看那个萧美琴对挪威，专访，你有没有发现萧美琴的用语啊？我说台湾可以是一个社会，民主社会。萧美琴为什么不说国家？
所以这种根本就是在国内就玩政治嘛。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两岸的症结并不是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两岸是不是同属一中？这个才是两岸的核心问题嘛。所以你根本就东遮西遮，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就只是在那边这个对那个就是台独啦，或者台湾意识很强的人跟他讲说，我们台湾就是国家啦，那你就去改国号嘛，你为什么不敢改？台湾属于中国，你反对吗？赖清德，你讲白一点嘛，就你为什么不把它讲清楚嘞？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不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哦，我说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你为什么不讲这个呢？所以只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律上有这个还没有处理完的部分，啊，那基本上你的问题就不成立啊。你去看联合国秘书处那边有记录啊，就是台湾怎么定位，联合国秘书处的资料就直接写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嘛，联合国也没有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就直接写中国的一个省。所以你如果要玩这种游戏啊，那你拿法律文件来说啦，就是这场会议没有错，确定了日本放弃台湾，可是并没有说台湾是谁的啊，那个时候有一些争论嘛，到底要不要联合国托管等等等，可是到最后，就台湾就是属于中华民国嘛，这个非常清楚啊，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要干什么，添乱啊，他是要添台湾内部的认同的混乱啊。偷偷告诉大家，我最近发现了新法宝 Royal Face 逆时奇迹系列，它有活肤露、全效精华，还有精华霜。尤其我皮肤比较偏干，所以我非常的注重保湿。保湿做得好，肌肤自然烹润。提亮肤色更年轻，抚平皱纹超有感，而且气色变好。用心保养，每天都更美一点。美吧。